玄武门的事情已经过去12年了，陛下难道希望大唐世世代代都有一次玄武门吗？玄武门之变一直都是大唐的敏感话题，魏征却偏要疯狂踩雷，房玄龄都替他捏了一把汗。原来这天李世民召集大臣商议事情，他不满朝中3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在路上看到魏王李泰的时候没有下车致敬，这样做不仅是不给魏王面子，更是不给自己面子。你们这些人呐，冲贵了，有了些地位，就敢轻视朕的儿子是吧？魏征听后也是无语至极，心想你是不是还想找骂？毕竟这个话题之前在朝会上就已经商讨过，怎么现在又就是重谈？因此魏征便不满地表示，我还是以为诸亲王的地位低于3公，而与3品平等，3品都是9星8座，要他们遇到亲王下车致敬，实在是很不适当。从礼仪上来说，谁都不敢轻视魏王，但是要从地位排序上来说，3品以上的大臣确实可以不用向魏王下车致敬。然而面对魏征的解释，李世民不仅没听取，反而还放出一句威胁的言论：生死的事情很难预料。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要是再不敬重魏王，被打死了也不是不可能。后边的话太子在场不合适，于是李二就以读书的名义支走了李承乾。看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，众人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李承乾毕竟作为大唐的接班人，跛脚确实有损大唐的形象。等太子走出去之后，李世民便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万一太子有个不幸，谁能保证接位的人不是你们的主人呢？啊！你们还要轻视太子吗？李世民这赤裸裸的暗示是真的有了废太子之心。见此，一向拥护立嫡长子继承法的魏征可就不乐意了。他没想到李二对魏王的偏爱如此过分，于是就要给李世民好好上课。自周朝以来就有规定，都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，父亲的兄弟和儿子的兄弟都不可以继承皇位。这么做的道理是要断绝血缘旁系的企图，事情也就简单了，因为就断绝了祸乱的原本。作为君王的人，要深深引以为戒啊！其实魏征说的就是玄武门之变的事情。当初就是因为李渊对废立太子的态度不是很明确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想要一碗水端平，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之后也就导致手足相残的惨剧发生。如今他也是想要劝告李二一定要坚定太子李承乾的地位，不要忽略了他的感受。陛下常常反复告诫我们说，有话要直说。玄武门的事情已经过去12年了，所幸陛下是个明君，陛下难道希望大唐世世代代都有一次玄武门吗？房玄龄在旁边都惊出一身冷汗。平时魏征怼皇帝也就算了，连这种话题他也敢直接说出来，怕是老寿星上吊嫌自己命太长了吧？但是魏征却完全没有顾忌，他无视李世民要刀人的眼神，继续教训。陛下如果明白的话，应该是从12年前以后就立下合乎礼制的继位规定，也就是永远是长子的长子的长子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不是根除了世世代代的祸乱吗？所以臣子要对亲王下车敬礼的这点屁事，我魏征觉得没必要再讨论了，甚至以后也不能再议论此事，因为他总是引诱君王对礼制的偏废。在魏征一套犀利的言论下来，李世民算是听进去也被骂老实了。而为了避免再被魏征继续叨叨，李世民便迅速转移了话题。那个你们知道吗？前几天有些人上奏说是要把他的文章编成集。陛下怎么回答？魏征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你要是回答的不老实，我就再给你上课。而李世民能称得上千古一帝，那也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当即说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如果朕的主张和见解有益于人，自然会有史书记录下来，成为不朽。如果是扰乱朝政、殃害民众，即便是编成了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后人的笑柄吗？就像梁武帝父子还有陈后主和隋炀帝不都留下了很多文章吗？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另一套。做皇帝在于自己的行为，编那些文章有什么用？魏征听完赞许的点了点头。李世民见到魏征这个样子，实在忍不住便略带挖苦道：上书右丞魏大人都点头了，说明朕终于做对了一次啊！陛下是进步了。看着这对冤家吵架的事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过去，身旁的房玄龄也是长舒一口气。随后房玄龄便提出了今天的第2件事，那就是最近修订武德律的成果。他捡了一条比较重要的修订，表示曾经的武德律规定兄弟不住在一起，那么兄或弟有了好处互相并不得益，可是兄或弟有一方谋反导致互相连坐都处死刑，而祖辈和孙辈有一方谋反，另一方只是发配流放。以礼法来论其中的情理，这实在说不过去啊。所以如今的贞观律中，祖与孙跟兄和弟因为连坐而该处死刑的都改为发配苦役。这好啊，又合礼制又合情理，好，改得好。
比如这刑杖规定，大头为3分2厘，小头为2分2厘。这吃杖，大头为2分，小头呢为1分半。李世民饶有兴致地拿起这刑杖，看见规定这么细致专业，很是满意的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同时也不得不说，房玄龄对缔造贞观盛世真是功不可没。不仅如此，盛世的出现更得益于一套严谨的制度设计，即便对于皇帝的敕令，也有详尽规定加以约束。当时仅有约700种事项可由皇帝直接下旨，并非世人想象中那般可随心所欲。这么说，朕也不能发出这700条以外的敕令。是这样，所以陛下要小心呐！